比特币突然回落是最后的上车机会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那我们先把级别放大，我们先把格局放大。我们从周线来看呢，我们目前呢突破了一个下方的吸筹箱体。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32000下方它形成的吸筹箱体呢，走的时间非常久。那我们在前几天，也就是在10月23号的时候呢，我们迎来了强势出现。那当我们一个吸筹箱体出现强势出现之后呢，就代表我们之前的吸筹箱体是被确认的。所以当我们这根出现之后呢，那我们就不应该再考虑做空的事情了。至少我们不应该考虑，比如说做这种趋势的空，比如说可能空到25000啦，空到2万之类的这种大级别的空单。那当然，我认为这个下面的吸筹箱体突破之后呢，它后面还有一段行情要走的。这跟我们之前的几波行情呢，其实也走得很雷同，或者说我们可以拿来做类比。当一个吸筹箱体突破之后，我们后面的行情呢，通常会是怎么走的？像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下方有个吸筹箱体，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好比我们当时在突破的时候，这种点位或者说这样的行情阶段，那我们后面呢，其实都还是有行情要走的。那当然也不止这个地方，我们还在更前面的位置呢，也可以发现这种行情啊。比如说呢，我们当时在2019年所形成的底部的时候，在这里。那当我们突破过后呢，你可以看我们后面呢，都还有好一大段的行情要走。当然，我们这次的下方的区间呢，下方的盘整区，它运行的时间是比较久的，那跟前面的还是有点出入。但我们做类比呢，我认为绝对没问题。好，那我们看完了周线呢，我们再把级别再切小一点，我们可以切到日线上。日线上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调整的过程所谓调整的过程就是当我们在突破了32000之后，我们走的这一段，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的量能呢，它是在慢慢的缩的，慢慢的缩。那这其实对多头来说绝对是好事，而且我们在白色的箱体、白色的调整箱体当中呢，其实多头展现的力量一定还是要比空头更强势的，这个是绝对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呢，一步一步正在慢慢的逼近38000。而且我们在38000呢，受阻回落的幅度也越来越小。我们可以从4小时来看，其实我认为现在呢就很关键，尤其是刚刚的这个动作。那我可以稍微剧透一下，我刚刚有加仓了一些比特币虽然说价格还好吧，也就在这根针上，就是36400、36500、36006左右的这个区间，我又加仓了一些比特币的现货，就在这个位置。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呢，这个通道它真的有几率是不跌破的，真的有几率是不跌破的。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现在正在走适当的调整那这个适当呢，基本上我们有2种走法。我认为现在就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分成2种，一种就是破通道的走法，一种就是不破通道。那如果说不破通道的话，那我们就会走的相当的强势就是我们这里 A 浪、B 浪、C 浪、D、E， 这调整5浪走完之后呢，当然这个是三角调整，这个是三角调整。那首先我们的顶部在38000，然后我们的下方呢有一个三角形的边界，那这个边界呢，它就不应该被跌破。那这个边界也差不多跟我们的上升通道的下缘呢是重合的。如果说走上升通道不破的这种调整的话，那我们最后就是会直接往上做突破。那其实以波浪理论任何的走法，这2种走法呢，只要我们再一次碰到38000，那就一定会破，那就一定会破。这个是我们可以从波浪理论得出的小结论。那前提就是我们这个通道它破不破。如果这个通道不破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收针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直接向上。这个是目前我认为比较有可能的一种走法，真的很有可能就这样走的。那如果说是走这种破通道的走法的话呢，那它就不会走得这么漂亮它就会稍微折腾一些我们把这个三角给取消掉，我们来画出我们之前看的这种平台型的调整的走法。那平台型调整的走法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当然级别不太一样就是这样子 WXY， 然后级别小一点。等一下我这个弄成是好，然后呢走完一个 WXY 之后呢，我们再走一个 WXY， 然后走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走一个下跌的5浪。当然这5浪它是级别不一样的，对，级别不一样的。但如果说走这种走法的话呢，
那我们往下可以看到的价位呢就会比较低了，就会比较低了。335的调整就是这种平台型的调整，那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能期待它到多低，但是是可以期待它往下呢会产生比我们第一种走法呢要更深的跌幅的。那其实这种走法也好了，也好，它就是制造机会给我们有低位抄底的这种时机。那如果说它如果不直接跌破这个通道下缘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在下周真的就有机会，这周或下周就绝对有机会来突破38000。尤其如果我们再次测试到38000的时候呢，我就认为我们一定会突破，至少以波浪理论来说就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调整已经走完了，我们调整的三角的五浪已经走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迎来我们最后的第五浪的这种大五浪的上涨。好，那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裸 K 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走这个通道的过程，它确实是走的挺强势的。那这个通道破不破呢，就会变成我们接下来行情判断的关键。如果破了的话，当然了，它也可以作为短期的止损。如果说你是追多或者说是加仓的部位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所插这根针的低点呢，就值得作为你这张单子的止损了。我认为这样做是没问题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38000，我认为我们38000的主力呢，它正在变弱，你可以看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啊，我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我们回落了 8.41%，3000多美金哦，3000多美金 8.41%，其实这个回落的幅度不算小，可见38000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阻力存在的。那我们第二次回落的情况呢，就是 6.35%，其实已经比第一次要少得多了。那我们第三次，也就是现在这一次呢，我们回落了大概 4% 出头左右，也就是我们回落的幅度越来越小了。那可见行情呢，我们上方的阻力是有在变弱的。那我相信我们下一次再测试到38000的时候呢，我认为我们就会突破。好，那比特币的行情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说我认为我们操作看4小时就没问题了。虽然说我们这根4小时它的量能有点大，但是呢，它不是空头的量能。如果我们切分到1小时的话，它是多头的量能，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图表，仔细看一下。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多头呢还是非常强势的。好，那以太坊的话呢，我认为跟比特币的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如果说做多的话，以现在的这种行情阶段来说，我认为比特币绝对还是最适合的选择。但以太坊的话，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在1900左右的这个支撑。如果说它还能再回来的话，那这会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支撑，对，这会非常强劲。那如果以太坊你喜欢做的是这种右侧的多单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它有一条趋势线的机会。如果说比特币它往上冲刺了，那么以太坊呢，它再次来触碰趋势线的时候，我们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几率可以突破。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右侧入场的时机点。那当然，我刚刚又加上了一些比特币的现货。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对了，如果说你也想要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不用做任何交易，或者是你只要质押500美金1个礼拜，你就可以获得60美金的现金哦，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都不用做任何交易，就是白撸的。好，非常感谢各位，拜拜。